叶晨的话让费可欣整个人为之一颤，他很清楚叶晨这句话的分量。叶晨既然说宝爷爷再活10年，那就一定能兑现承诺，而这基本上也就等于是送给爷爷大半颗回春丹了。更重要的是，叶晨保爷爷再活10年，其唯一的条件不是要钱，不是要物，而是要让爷爷辅助自己坐稳费家家主之位。他心中忍不住呢喃，叶先生做这些竟全都是为我铺路。想到这里，他泪眼婆娑地看向叶晨，感激无比地说道：叶先生，谢谢您为可心所做的这一切，我发誓将来费家一定时刻与叶先生共进退，也一定会成为叶先生身边最坚实最可靠的盟友，没有之一。叶晨点了点头，认真道：其实在大众的世界里，无论是我的资产还是费家的资产，都已经算得上是登峰造极了。可如果真要是打开更上层的世界，我们的实力恐怕也只是刚刚够一个敲门砖。识趣的可以就此享受一生荣华富贵，但不识趣的再往上冲，很可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费可欣不解地问道：叶先生，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据我所知，虽说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隐伏家族，但以费家的实力，不敢说能跻身世界前5，但前10绝对没有问题。您现在的资产水平也未必就在费家之下，比我们强的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叶晨轻轻摇了摇头，目视着窗外万米高空的满天繁星，轻声感叹：我们的认知是受眼界局限的。以前我也以为这个世界最有钱的家族不过就是罗斯柴尔德，其规模可能是10万亿，也可能是20万亿。但是外公一家遇袭的事件让我忽然意识到，这个世界跟我之前一贯的认知可能是有出入的。费可欣忙问：您的意思是，这世界还有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强大的存在？叶晨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你觉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来衡量一个家族或者一个组织的强大与否？费可欣想了想，认真道：人力、物力、财力综合考量吧，但财力应该是最重要的。叶晨点点头，我以前也觉得财力最重要，毕竟世界企业富豪的排名都是用钱来衡量的。说到这，叶晨忽然变了个语气，严肃地说道：可是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家族钱对他们来说早已经多到除了数字没有任何其他意义的时候，他们会继续做些什么呢？费可欣茫然地问：叶先生，您的意思是？叶晨开口道：你看，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这些有钱人或者有钱的家族，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钱生钱，就好像犹太人天生就会赚钱，而且天生就会用钱赚更多的钱。这导致他们只喜欢把钱花在能够增值、能够带来更大财富的地方，如此一来，他们就完全被钱蒙蔽了双眼。说到这，叶晨又道：如果一个家族早就看透了过多的金钱不过就是一个数字游戏，从而把钱真正意义上花在那些纯粹消耗的方向，或者根本就没办法用具体价值体现的地方，那会带来什么呢？纯粹的消耗。费可欣皱眉想了想，依旧有些费解，尴尬地说道：叶先生，我还是没有听得太懂，您能再解释解释吗？叶晨认真道：说个最简单的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超过10万亿美元的资产都放在了能够体现价值的产业上，比如投资石头、矿山，投资世界500强的上市企业，亦或者直接成立银行，通过银行把钱贷给其他企业，换取高额利息甚至股权。这些钱就算花出去了，也还能算在自己头上，无非就是资产的一种转换形式罢了。
比如我有1亿美金的现金，然后花5000万美元在纽约买了一套豪宅，然后把我的资产总额变成了5000万现金，5000万固定资产。亦或者我把其中2000万美元换成房子，2000万美元换成股票，2000万美元换成某个有仅20%的所有权，2000万买一幅知名画家的画作，然后再留2000万现金做流动资金。如此一来，虽然我把8000万美元花出去了，但实际也只是换个形式持有而已，甚至还有可能在未来不断增值。说到这，叶晨话锋一转，又道：可是如果我把这1亿美金中的8000万都拿来培养一群不为人知的死士呢？这8000万美元转化成了战斗力，谁又能知道呢？别人衡量我的资产，会觉得我不过只有2000万美元而已。可是如果我愿意，我这些花费8000万美元打造的死士，可以轻松斩杀10个拥有1亿美元资产的所谓富豪。费可欣听到这里，联想到前段时间叶晨外公外婆一家遇到的事情，忽然意识到什么，惊骇不已地说道：叶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可能有些顶尖家族早就超脱了用积累钱财彰显实力的阶段，相反，他们可能已经把天量的资金转化成了意想不到的强大战斗力。是的，叶晨点了点头，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概念。就比如我这几个月来，我直接间接投资在万隆店身上的资金已经远超100亿，这些钱甚至根本就没过我的手，而万隆店形成的战斗力是不会被人折算成身价进行富豪榜排序的。如果再过几年，我在万隆店亦或者其他类似组织的身上投入的资金超过1000亿甚至万亿，但我自己可查证的资产只有1000亿，那在别人眼里，我可能也就是个1000亿富翁。可是我的真正实力恐怕连万亿富翁也比不了。说到这，叶晨又道：暗杀我外公一家的神秘组织，仅仅死士可能就培养了200-300年，而且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培养了不知道多少死士。这200-300年，他们在死士上的投入，绝对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天文数字。可是这些数字也是无法被计入到富豪排行榜的。可能他们这几百年来投入到战斗力上的资金，折算成当今美元的购买力，或许比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总额还要高。所以如果只看资产，或许连这种家族的冰山一角都发现不了。面对这样的隐形巨物，所谓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又算得了什么？这种神秘组织不想动它的时候，它是世界第1家族；想动它的时候，它就是世界第1冤种。